于朦胧坠楼牵扯七人，陈青松紧急关闭社交互动，宋伊人狂删评论，做贼心虚。随着于朦胧坠楼事件的发酵，网上传出了一份当晚聚餐的6人名单，名单里有于朦胧的经纪人和助理、演员高泰宇、编剧吉光光、导演程青松。首先，于朦胧的经纪人和助理陪同艺人参加聚会很正常。但是怪就怪在，其他人说他们是于朦胧的朋友，然而经纪人却说自己不认识他们。尤其是高泰宇，他和于朦胧认识了很多年，还一起拍过电视，发了出事当天下午6点的聊天记录作为不在场证据，还表示可以调监控。但是评论区却没一个人信的，说凌晨2点发生的事情跟下午6点有什么关系。不过他承诺会在于朦胧头七的时候进一步证明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程青松目前为止是嫌疑最大的，事发后他迅速发文否认，还晒出了跟朋友的聊天记录，当做不在场证明，强调自己和于朦胧不认识。然而仔细对比他晒出的聊天截图，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期间间隔1分钟的消息不会显示2次时间，只有3分钟以上才会再次显示。最离谱的是，程青松连 P 图都没对齐，而且他本人也经常被曝骚扰男艺人。眼看自己拙劣的 P 图技术被击穿，他直接把社道平台的评论区给关了。吉光光跟陈青松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于朦胧出事以后，他就直接关掉评论区，也没有澄清发生什么。然而值得一提的是，9年前乔任梁去世的时候，这俩人也在场，这也就不能怪别人阴谋论了，种种迹象都太巧合了。然后就是知情人爆料的聚餐中的唯一女生宋伊人，有人爆料的云朦胧就是被宋伊人忽悠去的。宋伊人在事发后也跟吉光光一样，连夜删评论，而且早在2年前，她姐承认自己曾经是个小太妹了。小太妹吗？是，我原来是小太妹，我爸妈、我周围的朋友都叫我小太妹，但是现在大家都不叫我小太妹了，就每天喝酒啊、蹦迪啊、夜店啊，然后染着黄毛啊，然后就小高跟小丝袜全都穿上了，怪不得在《演员请就位》里演霸凌者演的那么像。不跟你妈一块儿去死！一根顶嘴。此外，还有田海蓉也被牵扯进来，就是当初被陆毅无情拒绝的那个女明星。她继承了前夫的130亿家产，还利用前夫在内局的人脉，成功从演员变成了制片人，算得上是女大佬。程青松在聊天记录里提到的朋友也是田海蓉，而于朦胧和陆毅的气质很相似，都是那种温柔干净的感觉，所以大家懂的都懂。这7个人都跟于朦胧坠楼事件相关，但是要么不回应，要么回应的全是漏洞。有时候真不能怪别人阴谋论，主要是疑点这么多，却只用了半天就排除了刑事嫌疑。有专业的律师发声说调查和尸检快，但是走访至少需要7天，这还什么都没查呢，就直接下结论了，超青天都没你快。大家也想要逝者安息，但前提是还徐朦胧一个真相，不能让乔任梁的事件再次发生了。最受宠爱的哥哥，于朦胧，最受宠爱的于朦胧。哎呦，晶晶你怎么知道啊？哎呀，这是公认的嘛，受你宠爱吗？于朦胧，别闹，你永远是我心里的王子。后面人，我本来是前面，但是已经有人选了，你愿意换？然后你想跟我换，我给你换啊。真的可以吗？我担心的就是朦胧的脾气啊，他有时候他的脾气很好，他会谦让啊什么的。做了一个好吃三明治，一个难吃三明治，而且难吃。这句话写给我们的冰朦胧。我和你好像被人瞒爆了。就最感动的地方是，瑶瑶说要跟我一起去横店。她说我白天我拍戏晚上不觉得累的话，她愿意在那里陪着我演。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我就觉得我还挺感动的。这张呢，我是给朦胧的，因为朦胧真的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没有理由，于朦胧现在马上来敲我的门 ，right now，朦胧。哎呦，敲你的心门，咚咚咚。我走了。啊，真的是我的吧？对啊。真的是我的吧？对啊。你有请节目组就不用给他切群镜，就怼脸盘，就一直怼脸盘，就怼死一排。太帅了！哭得这么好看，来龙龙，见龙龙，请我们的小仙子，我们的花仙子，花仙子。朦胧，我好想选你。朦胧，我好想选你。我好想选你，你知道吗？
没有，这不是长春吗？哎呦，你这不老呢？朦胧，大哥，让我站在朦胧的前面，他看到我他就安心了。于朦胧，怎么了？给我们吼一个，我们看看暴躁的状态。于朦胧来一个暴躁。于朦胧是生个气，发脾气。我生气很吓人的。没有你大喊，你说我没有，明道，我跟你说，你跳下来他就生气了。那还别生气了。我爱你们。害怕？不怕。你是不是一直在担心朦胧？对，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您觉得谁是不用动，老师也会不自觉注意到他的？于朦胧啊，别妈妈。猜猜一会儿唱歌。是吧？我帮你撕破它。等一下，这个是加油的橘子，来，加油！你的。没有这样。朦胧，我们来看一看朦胧。哎呀，心中有爱。么么哒，么么哒。于朦胧如果不选择我的话，那我就不选了。你就直接奔于朦胧了是吧？我说我爱你，会不会太直接？我不太舍得，你不太舍得？哎呀，你看欺负人家嘛。你到底有没有化妆，我都看不出来。你确定吗？宝贝，你该换眼镜了。我要气死了，我要气死了！完了，我挂破了，那怎么办？加油的，加油！帮我坐你身上，来，你坐我腿上，在这。好了。哦，于朦胧长得很精致的，我想，你衣服很帅呢。这次选择的个人秀的歌曲是节奏感比较强的歌，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能感受到快乐吧。树上风筝一只什么鸟？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呼呼，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心在跳。
呦，这个笑容，哎呦，笑啊！哦，阿姨太可爱了，辛苦了，辛苦了，人姐，太乖了，朦胧太可爱了，他俩站一块都乖。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朦胧的助理女神孙怡。Hello， 其实我跟朦胧是在拍《量身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时候认识的。是的。他平时真的就是那种翩翩公子、白马王子的形象，对吧？对。然后他今天，我觉得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真的是对他非常大的突破，他已经非常努力了。虽然刚刚那几个动作有那么一丁点生硬，但是我觉得你的努力还是值得称赞的，你超级棒。然后我今天准备了一点点小小的心思给你拉票，真的好吗？好，来，我们女神有什么想法哦？夜宵，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很晚了嘛，现在已经特别晚了，然后大家也都在下面喊了很久了，很辛苦了，然后送给大家一点小零食、小水果，好吗？好，谢谢，真贴心啊！谢谢。这张也太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谁摁了灯。小丁，丁泽仁，我来到节目第一眼看到朦胧哥，就觉得朦胧哥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之前想着有机会能和哥一起合作一次，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我接受弟弟的挑战，弟弟是特别努力、特别上进，而且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弟弟。接下来要投票的是我们在第2现场的14位助力女神团，我们把现场交给休息的主持人汪聪。我首先代表邢飞来亮一下他的选择。邢飞的这一票投给的是于朦胧，谢谢小新，谢谢。丁泽仁，好，谢谢。谢谢。于朦胧，谢谢月月，谢谢。于朦胧，谢谢张敏，于朦胧，谢谢甜甜，丁泽仁，谢谢姐，好。小丁，丁泽仁，谢谢姐，特别棒，小丁丁。谢谢姐，朦胧，谢谢梦姐，谢谢。我还是想把这一票投给小丁。谢谢姐，谢谢。青子，不好意思，小丁，最后我还是给了于朦胧。谢谢姐，朦胧，谢谢小姐，谢谢，谢谢轩怡，谢谢姐，加油！现在是70对60，来，嘉玲姐。责任，谢谢张英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场的300位观众的投票分数，总和之后会不会改变这个平局的局面？请揭晓。一直是平，双方都在上升。164依然是没有变化，对，继续平局。好，恭喜于朦胧。节目录制以来收获了友谊，还有就是挑战了自己，去唱跳。谢谢老师们和节目组给我这个机会，打开了自己。但是有些犯罪可能和他的一些长相啊，或者跟他的生理一些条件都会有关。卦象，卦象。哎，那您给我们讲讲什么象？反正我觉得这个色眯眯就卦象，贼也卦象，这个暴力犯也卦象。就是你比如简单说吧，就是很早就有人研究人类的这个体格类型哈，就是说他就讲筋骨型，还有瘦型的，还有圆形的。这个瘦型的他就容易比较敏感、多疑，然后呢幻想。你这样的瘦型的，我还减肥呢。幻想就是所以像美国有一个案子叫什么变态杰克什么？对，瘦型的，哎，对，他就是瘦型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筋骨型的，这基本就是暴力型的。筋骨型是？筋骨型就是身体很壮的。
一看就是属于那种有胳膊有肉的那种。那么这种情况，一般的他们要是性犯罪，基本全是暴力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杀人比较多，就是打人暴躁的。然后像那种圆胖浑身都是蟹肉的，一般骗人比较多，什么就伪造啊什么的，他懒惰吧，你可以向这个方向发展。不是这个，我这个不够啊，不够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他脸也是这样，如果这个人吧，就脸棱角特别清楚，有棱有角的，这基本都是力量型的。也就是说，他要如果都是狠或者就是暴力，然后这个脸圆圆的，他都是表面特随和，挺憨着看着，他就不是那种硬来的。然后要是那种尖嘴猴腮的，就是瘦型的，这人一看特瘦的，一般做贼多。为什么呢？贼吧，他不敢正面冲突，他正面冲突他被揍他打不过，他只好偷偷的来，趁你不在意。而且瘦的人他贴近你的时候，你余光不容易看到。所以瘦型的人体量小。对，我记得100年前有一个学者叫龙布罗梭，他有一本书叫《犯罪人论》。他是那个军医，然后呢，当时就是在监狱当中给犯人治病。其中就有死刑犯呢，他来验身。后来他就跟那个行刑官讲，这些人我能不能做那个，就是他特别想研究人体，那时候不让研究解剖嘛，人是圣物嘛，不能解剖嘛。然后这些人家人都不要了，你能不能给我？后来行刑官说，你私下做完研究，我们就给埋了。他就解剖了很多人，他写了一本书，就叫《犯罪人论》。其中讲到犯罪人的，包括什么6尺啊，什么这个长的脸型啊。所以那天他们后来就说到监狱去看那些人，就是尤其搞监管的，基本就发现到监狱里找不着特别帅的、特别端正的，很少啊。端正的一般都是经济犯或者职务犯，然后他后来到欧洲，结果去监狱看也这样。就是外边觉得欧洲人长得都挺帅的，怎么到监狱看都这么丑？就是他们往往在遗传上是有一些缺陷。现在有些女孩就爱泡夜店，不，我认为你觉得她这也是正常的呀？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应该属于被迫的，就是你想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吧，她很年轻到大城市来，她特别想立足在这儿，立足在这儿，她找一小公司，可能她所有的命运都由老板决定，于是老板要给她安排，她是不能不去的。这也是一种。还有就是朋友，就同事安排，你不去，那你格格不入，你根本混不下去。你没有朋友资源，你怎么在这城市待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女孩实际上是这样，她迫不得已呢，她也明白，但是到那时候她抗不住，因为有时候灌起酒来，你们就像马爷这样有底力的，那绝对是明白的。就是咱们喝热了，心里还知道这差不多了，咱不能再接了，对吧？但是有些孩子他就没办法，他想不喝，老板就往这灌啊。我觉得激进于犯罪，据我所了解的，他们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模式，今天晚上就是把他灌醉了，你知道吗？就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女孩，她实际上就是说她很孤独在这个地方，因此当然有一个人可能对她好的时候，她也很信任，那么这时候可能让她喝，她不一定喝那么大量，她就完全就失去了。我现在有数字为证，可以证明我原来说的一个事儿啊，他们都觉得我是这个太荒唐了，这个想，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挺焦虑啊，我有时候会为女孩有点被迫害妄想。我原来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说这个任何一个女性啊，都是勇者，太勇敢了，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了，他们就觉得我想的很可笑。我说你看啊，一个女孩她跟一个男孩谈恋爱，两个人就可以去旅行，甚至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对吧？我说，但是她有没有想到，那是个体力远远超过她的一个男人，对吧？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反过来，像我这种多疑型，我像您一样极其强烈不安全感，就是说，如果我找这女的是一个随时一举手就可以治我命的这么一人，我天天跟她住在一起，或者我跟她就俩人就出去蜜月旅行，哪怕当时我们非常相爱，你知道吗？是不是我这人有点会阴呢？我都觉得有点，那是你的问题，社会没这问题。就是说，这人会变呢。旅途当中，就是说他会暴露出他另一面呢。吭叽一下就弄死我了。我特别赞同你说的这个。你看我没原来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只管你现在和未来，我不管你的过去。就是其中有一个电影演的这个男女的关系啊，我后来就讲，我说她这种女性真的是无知无畏，为什么呢？因为职业杀手可以今天晚上跟你睡觉，第二天早上走之前就把你干掉了。她绝对不能留下一活口。
所以有很多女的就是看这个电影觉得很浪漫啊，我只管你的未来，不管你的过去，那你保不齐。但是他碰上职业杀手的机会是很少的。对，但是你要碰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就很可怕。这是极端，但我觉得女的有一种就是弱者的武器，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武器，就是她会把这些暴行自我合理化。你比如说，她跟这男他可能喝醉了发生关系，她第二天起来觉得非常恶心、非常后悔、非常难看，但她就会自我合理化。她说啊，那我可能还是喜欢他的，或者是就是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比这一次糟糕的性更长久的关系，然后就发展成更长期的、更持久的糟糕的关系，并且被男生拿这个为把柄要挟，就被职业杀手杀掉，我觉得是极端的。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这种被施暴之后，她自我合理化这种关系，她觉得啊，可能我是喜欢他的，并且把它变成长期关系，这种在我身边特别普遍，而且我觉得特别糟糕。所以你看，我有数字为证，马岩，您看看这个啊，就是联合国数据，2017年全球大约8.7万名女性被杀，你看啊，超过一半的女性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60%多应该是，就超过一半。也就是说杀你的不一定是职业杀手，就是跟你好的人。哎，这玩意儿想起来不寒而栗啊。他这里被亲密伴侣所杀，是因为他的矛盾是最容易集中嘛，夫妻之间是最容易集中社会矛盾的。夫妻，你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我不认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大量的是因为社会条件结婚。啊，你到上海那公园里去看，拿那条子的全是条件，那没有说，哎，我说我这有一女儿嫁不出去了，你那儿有一个儿子娶不着媳妇，咱俩拿一条件，说条件是什么？爱情有这个吗？那肯定是房子什么各种工资，全是这种事儿，大量的是条件，甚至是无奈。就是关于这个杀人案件啊，过去古代就有一句话叫10件人命9件奸。也就是说，很多都和那个就是男女之间就是一些情有关这就是说他熟人之间发生案件。我最早他这刚我看这数据合起来还不到60%，最早我看加拿大有一个数据就66%。那么我们基本也在60%上下。也就是说，这个杀人案件当中熟人比较多，当然他这个不一定都是性的关系，比如说合伙做生意，因为我认识你，我想把你钱眯了，也是熟人杀人。所以熟人杀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就是其中就是男女之间有性关系的，它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最早的真正就是家庭暴力要不要干预哈？最早真正涉及的不是一个家庭，就是男女的那个性伴侣。性伴侣当时英国的一个女孩，她想摆脱这个男的，这男的死缠烂打，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报警，她妈妈也干预，都没制止住，最后把这女的给杀了。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家庭当中这种暴力，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说零容忍，就是因为它是一而再再而三，而且得寸进尺。但是有很多女性，她就觉得我一旦已经跟你结婚了，尤其是有孩子了，很多女性还是顾及孩子的，她就觉得这个如果要离的话，孩子怎么办？而且她有些这种女性往往自己还没有太多的经济实力，所以她只能靠这个男人。而这种男人呢，他就打惯了以后吧，他就老打。我去这个咱们西北的，就是说错了，应该是西南，就是山区那些地方，贫困地方，他们这家庭暴力就特别严重。所以妇联每次一见到我就说，哎呀，说李老师怎么办？但是这种女的真有被打死的。哎呦，像印度就有一个粉红帮，因为印度他们那个家暴很严重嘛，然后所以印度的一些女的，他们就成立叫粉红帮，就是一人拿一个粉红色的棍子，就是照着这个男的就打。对，当然这是以暴制暴啊，不提倡。但是你确实看到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刚刚李老师说的挺重要，就是我觉得家暴的这种环境，尤其在可能中小城市或者是乡村，它周围的环境都是什么劝和不劝分，就说哎呀你就忍忍吧，你就再凑合过，他找不到一个支援他离开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源，所以就一直这样。你知道最近我的就是同龄的有些人就是到了什么呢？小孩要到外国留学。哎呦，这个就是担心，就女儿啊，就是说啊，要从租房子就开始，说西方那也不安全呐，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事情。您当年咱们做节目这个事情2年前刚案发的时候，我记得您就讲过张莹莹，这个就前一阵这不是美国那个伊利诺斯州吧？法院判了，陪审团首先裁定罪成，他的辩护律师都认罪了，就是说。他好像是认他杀了这个张莹莹，但是呢，就是不肯说这个
这个遗体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咱不说这个吧，就是说担心女儿的这个真的就是，你看就是租房子，当年张莹莹就是租房子上了这个克里斯滕森嘛，上了这个杀手的这个车，上了车，然后就给你拉到他那儿去，然后就是伤害。那您说这种你？其实我怎么办？而且还是白天，你知道？对啊。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我可能干这行的，所以我跟一些人打交道，他们都会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感觉你的这个防范心特别强。那么我想的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比如有时候我在饭店吃饭哈，我就看人家那个随手把包放到那个位置，在我心里就想这个包就很危险。然后呢，我有警觉。对，有时候我在一个小区随便走，我就在看这个窗户，我大概用几分钟就可以进去。那么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就是我看过很多的实案，所以我经常会有这种叫危机感。那么用这个感呢，再去衡量我身边的很多人，我发现他们没有，就是很多人完全没有一丁点自我防范意识。你比如就是说那个夜行哈，就是说晚上出去，我们有时候就是迫不得已只能晚上出去，对吧？比如说我飞机就是后半夜到的，那怎么办？像那种情况，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意识到，就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要遇到点事儿，你就没机会。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是后半夜到，但是我现在就后半夜到了，那我就附近找一饭店先住下，千万不要去走，尤其是进封闭的空间。你比如上车，因为那司机你是很难预料的。当然有些人就说了啊，你这个社会你都什么事儿让人家自我防范。不是这样，我跟你讲，警察也不可能瞪大眼，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你不可能让警察全方位的监控社会所有角落。现在是这样啊，那有些那就在说了，你们把这个责任，你们应该搞好社会治安，是吧？而不是说不让我穿着超短裙凌晨3点一个人打的，对吧？但他们的意见咱们予以尊重啊，但是说，但是就说这事儿，哎，担心还是担心呐。这是实实在在的，你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一个极端，那现在到另一个极端。我原来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当笑话讲过，说这个台湾有这个捡尸体的。你知道什么叫捡尸体吗？就是女生喝醉了之后被男生可能就是施暴嘛，就是趁着喝醉然后就施暴，而且甚至还变成炫耀，在这朋友圈我看一男的就扛着，这女的都这样了，就扛着这样，你看我今天晚上捡了4个，就是。你这都是犯罪了，可是也都有这个情况。您说，那我就挺奇怪的，就是说，那这些女孩就是说，如果我要打算算计你，我先把你灌醉，然后我把你这个伤害，那这个就算犯罪。但是他在路上遇到了，然后这个女的完全不知，当然他这种情况也算侵害。关键是他这个女的完全没有任何意思的表达，你这个事儿就很难办。就是说，这个喝酒是一种，我跟你说，你们女孩不管到任何场合，是喝的东西不要离手，开了盖的不要再喝，那你就遵循这个最严格的原则。问题是醒过来之后失去记忆，你都不知道怎么到这儿了，你醒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因为方舟，你可以总结我挺不太理解的，可能我上岁数了哈，他们就喝以前不知道要这样，可能会这样吗？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说这个现在的可能整个的社会风气啊，包括什么女生也会觉得我也可以喝酒，我也可以穿得少，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渲染一种大家比如说男女都是平等的，然后这个女生她越表现出活泼的一面，她就越玩得开，然后越受到称赞。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些女孩觉得说哎好像我们这样也没事儿，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原来好多事情可能也发生，但是它没有爆出来。现在是包括监控啊，包括你说别人拍小视频啊，就是这种技术手段多了之后，你可能原来是这只有女孩说了这事儿才会爆出来，现在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早就有了，只是现在技术手段多了，它被爆发的比较多。我们生活的圈子我确实没见到，但是我真的记得就在前2年，就是说有一种男的打女的你不知道打的那个程度。最近出了个视频，您看见了吗？大连发生的，对，那小子也给抓住了。我一开始以为是打的是他女友或者是他老婆，你知道那真照脑袋上踢啊！你那个大家都看见了吗？最后发现他跟那女的还是无关的，根本就是陌生人，迎面就冲头。我亲眼在北京前2年，我在车上，在那个西边，就在一个胡同，
我当时觉得这因为那个车唰一下就过去了，我当时真觉得不可思议，就有人呢，他就是揪着这个女的头发往这个胡同的这个墙上啊，咣这么撞啊，然后呢抓起这个女的自行车，然后啪这砸下去，我的天哪，我简直，这种男人一般都有酗酒的问题。就是你怎么？那有人制止吗？没有啊，这种情况，因为我是坐在车上歘，就我们看那个视频而言哈，那个视频后来我们看到很多后续报道，比如说那女孩的伤是不是很重，是吧？好像很轻的伤，那这个男的判的就很轻。我们其实看从那个视频角度上讲，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恶劣。你比如家暴啊，家暴你把你老婆打伤了，你就直接进监狱了，那就好很多嘛。说惩戒不够，我老认为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惩戒特别轻。你知道这问题复杂在哪儿吗？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女的离不开男的，她要离开男的就好办了，所以是女的求着不要他惩罚，因为惩罚了家里就没人挣钱去了。所以家庭暴力难就难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女的都独立，你看一般就是有独立的那种有地位的女性，她遇到家庭暴力，她只要不喜欢这男，她马上真能离开。为什么？她能活，这时候男的死缠烂打。但是有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包括城里的这些女的，都是自己没有太强的经济能力的。对，你看，你不是那好，那说的是亲人之间。你比如刚才说生人之间这段录像，对，您那大连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我认为通过看视频，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人判20年都不为过，因为你打得太重，而且那个重是随时可能丢掉命的，很任性的啊，对，就是完全是把个人的一种怒气撒在一个无端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是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您就可能是我幼稚哈，就是我就是不理解，我觉得是不是有毛病啊？就因为我觉得男的啊打女的，跟我想象的。他不能这么打呀！你说特别对，又不是男的跟男的打，这玩意儿把我脑袋上踹，他怎么能这么打呢？这个马爷，你说像咱们，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都常听一句话，叫“好男不跟女斗”，对呀，大人不计小人过。也就是说，岁数大的是不会打小孩的，就是我不认识你，你淘气，我也不会打你的，最多说那2句哈。这个男人不跟这个好男不跟女斗，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个男人，你不能以打女人来表现你的那个本事。所以就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就这种男人，第一我刚才讲了，他可能喝了酒，他完全不在正常状态下，然后他心里确实有怒气，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这种人往往他的成长环境当中，他们家就有男人打女人的问题，他是看着长大的，所以呢，他有时一有怒气，他也就马上会打，他就觉得女人就该打。我认为就这些所有醉酒的人呢，他也是个欺软怕硬，因为是个女的。那要是一个警察，我就不信他打他。对，他那时候酒还醒了呢。我告诉你，看见警察醒了。对，他肯定的，他就是从内心，他就是潜意识就是以强凌弱，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而且我看那新闻报道，他是情感受挫了之后，他就发泄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可能就是说，觉得女的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他可能就会你过来一女警察，你看他敢打。马爷说这特别对。其实一般我们有一句话叫“这酒壮的是什么人打？怂人打。”对，怂人打。这种人如果不喝酒，他的那个胆量最多就回家欺负他们家女人。他在外面是不敢跟人打架的，然后他喝点酒，这算有本事了。有本事他在找人打的时候，他仍然打的是弱者。所以就是这种人，他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个怂人。对，我以前也说过，家庭暴力很多在家里打老婆的人，往往都是从小就被女人堆包大的，就是女的照顾他特别多。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呢？他就对这些女性，第一看不起，第二呢就是好欺负。但如果他身边都是男人，他不敢这样。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一个就是来者不善的哈，你一定要有一个鉴别。如果你一看周围没有任何呼应你的人，你这时候你就不要跟他去愣对，就是先顺着他，甚至跟他说好话，套近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看他手里有凶器，你要特别小心。就这2种情况你都要特别小心。但是如果你一看这个人就是有点摇摇晃晃站不准，过来就是摸你一下撞你一下抢你东西，你这种情况就照着他直接给他2拳撒腿就跑就行。也就是说这个你要根据情况，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比如说这个半夜走夜路，首先看来孤身女性就要防止这种情况，对吧？我建议就是说，真的是我也同意王教授那观点，就是说女性吧，你要有一种意识，就是说你是毕竟是孤弱的，你从体力上就抗不过一些事情，所以你要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必须晚上要出去，要么就约朋友，要么就让家人接你，要么你就就近先找一地方，然后等到天亮了再回去。
不要这个太，因为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话咱没说完，就是最近我看那个网上有一段那个讲这个无人区，穿越无人区，然后最后被罚款嘛。后来这个他们走出来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没事，我们从新疆过那边没拦。结果后来人家专门介绍说，在这个无人区它是一个放生，就是养生区，就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你碰到一头狼可能不一定理你，但碰一个棕熊你就没命了。所以我们人走在社会当中就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犯罪人。但是如果你要是很不幸碰到一犯罪人，你就没机会了。所以你不要要求别人该怎么救你，最重要是你自己要有防范意识。对，有些人我就觉得那个你要不给别人造成这样，对，你们应该把社会环境搞好，那让我不能走夜路。我觉得说这种话的都是说便宜话。就是说你要就是我们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是不要说女孩走夜路啊，就做男人，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走夜路很多，那时候也没有摄像，尤其北京的胡同特长啊，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后面要跟着一人，甭管男女，就你恨不得在后头，反正你不愿意在人前头。那走呢，后面如果有人，我就会加快速度，就是我一定要判断他那个声音跟我是逐渐远的，而不是逐渐近的。他如果逐渐近，我就会依照一个什么电线杆子，我赶紧转身，我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在后面人拿一个板砖，手里拿个板砖追着你，你还在前头跑，那肯定不行，那你就正面嘛。你像这个，别说这个女性了，男的也害怕。就原来我住那附近的一个男的，打着电话往前走，后边梆就一砖头一拍，把包抢走了。你说这个赖谁，对吧？所以后来我就讲，打电话如果是夜里晚上一个人，你就先站住，靠着墙，你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眼睛能看到视线，打完再往前走。否则你在打的时候，你注意力全在手机上，后边过来的人你根本不知道。那么像这种，你一旦那人就是啊，春节在医院里住了10多天啊，脑袋被开花缝了10多针啊，很惨。所以我讲这个不是说那个，就是说把治安搞好了，女性可以随便上街，不是这个。因为其实防范意识还不光是这个问题，就是防范意识，就是说你要明白，在社会当中，这个犯罪人他出现的点是不确定的。如果他犯罪人脑袋上都写字儿，这事儿就好办了。有人你就说一个干到董事长的这种人还能干这种不耻的事儿，对吧？所以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要明白，在社会当中就像森林当中一样，它会有狼出现，因此你要小心为上。如果你对蛇对狼有一定经验，你好办；你一点经验都没有，你还无知无畏往里闯，这就非常危险。三体那个黑暗森林理论是吧？不要成为目标，因为你不知道树林子里有藏着什么？说美国什么到处都是活雷锋啊什么的，说那你说美国人仍然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美国有这个陌生人把你给干掉。不是，那当然你从这个比例上讲，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因为美国社会的环境，就我们出去啊，基本上在我走的这个范围之内，压力都是比较轻的。压力大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有一回在美国的底特律呢，误入了一个什么区，那区比较害怕，尤其那天又是晚上了啊，所有的电线杆子、犄角旮旯都是那个无所事事的人站在那儿啊！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我必须要那个车都不敢停，就赶紧溜出去。你在车上都开始恐惧。这是在美国，还有一次在法国，也是进入了一个什么区，就是从来没有，而且那个司机还跟我说咱们穿那个什么区行吗？因为我不懂嘛，我说行啊，穿哪儿还不一样嘛？堂堂大法国，一进了那个区，我就觉得这个停车都是危险。那这种时候你肯定要警惕，但是大部分时间还都是阳光明媚的，每个人都很和谐，再加上这个杀张莹颖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不是好多材料说他还是彬彬有礼的，他不是那种你能够识破的，他不会。您说像他这个克里斯汀，他这种人是个什么人呢？就是以前我谈到过，他实际上是已经有这个打算了，他有这个打算，那谁碰他谁就倒霉。对。所以就还是就是说我刚才讲，社会生活当中谁都不在脑袋上说我要干什么坏事儿，但不可能的。所以你看着都是一样的，甚至有些坏人还笑眯眯的，还甚至穿的那样子，你感觉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好人，对吧？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幻想？如果说他不是，就现在不都是说嘛，为什么不能给他做心理鉴定？就说他肯定不是精神病。那么，假如说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好像也是。开始说有这个幻想，这个我都遇到过啊，就是我在一个案例当中，然后后来我当时听完这个话，我跟他后来怎么讲？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这个人旁边站的是他妈妈是什么感受？他当时没说话。后来我就讲，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生命，他都不是他自己的。其实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属于别人的，所以你伤害一个人，就伤害他后边一串的人。
也就是说，他这个很多人是什么呢？他只有一种玩和游戏的意识，他没有把人作为人来看。就是如果他不是疯子，他不是精神病，他不是精神病，那么人的头脑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这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兴趣，他某一个事把他勾出了这个兴趣，就跟某一次你接触一个音乐，你突然喜欢了这首曲子，或者某一次你接触了一个游戏，你觉得这游戏很好玩，但你要如果不接触，你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感受。那么他也是这样，而且我们在研究心理，它是有顺序的。比如说你先有一道防线了，你再接触这个事情就没有危险了。如果这孩子之前没有这个防线，然后他一接触这个，他就完全都可以往前走。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你来自一个正常家庭，你的爸爸妈妈肯定关系很好，然后呢，他们很爱你，你也很爱爸爸妈妈，所以当这个情况有存在的时候，你就不忍去伤害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的家人和你在一块儿可有可无，大家都自己过很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只要什么有趣就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领域。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发展，但是你父母没有发现，他没有阻止你，然后你又没有亲密关系，你没有不舍这个感受。你比如你养一小动物突然没了，你心里特别伤心。当你用这个比喻去跟另外一个孩子讲，你不能伤害他，你想你当时那个谁小动物没有了，你怎么感受？他马上就明白了。你看，我看有一个父亲教育孩子，他把那个娃娃压在腿底下，他爸爸说你不要压娃娃，他会疼的，他会哭的，然后这孩子拿起来了。那他父亲就这么一句话，就给孩子一个观念，就是他会疼的，他会哭的。所以我以前就讲这个，很多心理上他没有观念，这个没有这个防线，他对于人他就觉得是个物件嘛。这除了家庭原因，跟遗传有没有关系啊？遗传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很难说，因为我原来看过一个就是脑科学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杀害张莹颖的这个人他确实是有点不正常，因为他后来还专门去参加这个张莹颖的悼念的仪式嘛，就他还出现在这个现场，就是他不是说好像看到他的朋友看到他的家人他就会难过，他就更开心了。而且就是对我补充一下，你刚才就说当时他的一个情人的就是配合 FBI 在身上装的窃听器，其实他现在不肯说出这个遗体在哪儿，很主要的一个证据就是有他的录音，就是跟这个女孩说我怎么杀的他，怎么杀的他，怎么杀的他，而且就是你刚才讲的，他还去参加这个葬礼，他会感觉哎呀，你看你们都在这儿葬礼，就只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我知道，都是我造成的，你们在这儿。这个我就看那个脑科学的东西，他就调查了好多连环杀手，就说他们这大脑里面的有一种共情的东西是缺失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看到人难过我们会难过，我们看到人被杀我们看到人受伤我们会难过，他们天生就不行。那所以说这一类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就永远是彬彬有礼，因为他们没有共情能力，他们是冷的，所以他们就最会伪装，他们在人群当中永远是感觉是最善解人意的，最有礼貌的，最懂规矩的，但是其实是因为他们毫无共情能力。你知道